100年已过，师傅要苏醒了。阿九，恭迎阁主。阿九，你老了。阁主睡了100年，阿九守了100年。4大家族的人呢？你过得怎么如此狼狈？回阁主，4大家族没有一人履行100年之约。求阁主收下我们！拿着吧。4个葫芦里装着君、财、权、财4样，你们需每日供奉。发达后家族要成为天机阁100年奴仆，你们可愿意？愿意。阿九留下，其他人都走吧。李家如今拥兵3万，是军阀中最强的一支。云家掌控租界海关，政商通吃。江家富甲一方，钱庄票号开遍江南。赵家是报业大亨，神报、新闻报都有他们的股份。他们联手抹去了天机阁的所有痕迹。还有吗？天机罗盘，阿九守了100年，毫发未损。阁主，阿九无能，4大家族势大坑深，阿九一己之力，连他们的门都进不去。你已经守了100年。阿九的命是阁主给的，当年4个师兄得了您的传承，各奔前程。阿九天赋不够，只能给阁主守墓，这是阿九自己选的路，阿九不悔。你不欠我什么。既然我苏醒了，你就陪我一起去讨债，再活个100年。是，阿九遵命。那就一家一家把账算清楚。通报一下江家主，落湖山故人来访，速来迎见。哪来的骗子？赶紧滚蛋！这里可是江公馆，不是你们招摇弄骗的地方。谁在门口吵吵嚷嚷？奉阁主之命。阁主？什么阁主？没听过。这个你见过吗？做工不错，哪个古董铺子淘的？给我赶走！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门口凑。阁主，不急，有他求我的时候，我们走。爸，你不知道，刚才门口来了2个骗子，说是什么阁主，还拿了一块破玉。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阁主说是落湖山来的，那玉也就值个几块大洋，我扔水洼里了。你说你把他赶走了，你把玉佩扔了。爸，你怎么了？不可能，没有人可以活那么久，没有人。你爷爷的话只是故事，一定是故事。
阁主，明天我们再去吗？不去了，明天他们会来找我。四大家族如此轻慢，既然不能回馈阁主，那就换新的四大家族。江家已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老爷，茶仓全完了，不止一个仓，3个仓，所有的茶一夜之间全发霉了。钱庄那边来电话，账本上3年前的墨迹全部印开了，账目全乱。乱虎山阁主玉佩。把昨天那个女人给我找过来。爸，不过是个骗子。找不到你就不要回来了。你爷爷说过，是阁主成就了江家。我早就说过，100年前老祖宗立下的誓约不能废，你们谁当回事了？二叔公，现在都民国了，什么阁主不阁主，江湖术士的把戏。茶叶发霉是仓库受潮，跟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可是昨天那个女人说她是什么？100年不死，你信？昨天下午，景川把他挡在门外，他的玉佩被扔进了水洼。当晚，3个茶仓全毁，巧合而已。那钱庄账本呢？墨迹全抿开了，3年前的账目全乱，也是巧合。屋顶那群乌鸦赶不走打不散，也是巧合。伯庸，你是一家之主，你说怎么办？2种可能：一，他真是阁主，我们得罪不起；二，他是骗子，但手段极高，我们暂时也惹不起。不管哪种，先找到人。哼，找到了又怎样？给他磕头认错。今天早上我去茶仓，没搬的样子，我拍了照，你们看看。爸，你要找的人，我找来了。老爷，你是不是让人骗了？就这毛都不懂的小丫头，能是阁主？区区姨太太，敢对阁主不敬，自己张嘴。哎呦，好大的官威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大帅副官来了呢。闭嘴，一边待着去。江家现任家主江伯庸恭迎阁主。沈阁主，妇道人家不懂事，您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江家有罪。不必跪我，我不是来听你们认罪的。这契约你们应该知道吧？知道。若有违誓，100年基业毁于一旦。契约是你们自己毁的，不是我。但我不要你们江家的家产，我只要一个名字，4家同时毁没，谁牵的手？是云家，4大家之首。我当年赐予你们4家寿运、福运、财运、气运，4大家之首应该是你们江家吧？老爷二叔公，你们在说什么？这明明就是一个骗子！我们江家赐福不是100年前的事了吗？竟然有人行骗行到江公馆来，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放肆！再敢对阁主不敬，让你江家从此成为历史。爸，小妈不是刚吃过药了，怎么会这个时候发病？一定是他冒犯了阁主，才会由此结束。阁主，是我们江家违约，请您尽情责罚。江家主，我这次来不是来惩罚你的，我是来收回气运金蝉的，顺便完成100年前的契约承诺。启禀阁主，气运金蝉丢了。胡说！那可是阁主赐予你们江家的宝物，聚集气运兴旺家族的，怎么会丢？其实是被云家抢走了。江家主，江家和云家同为4大家，你就这么让云家抢走了镇族之宝？云家勾结了大帅，我江家虽稍有家资，却也不敢招惹军阀，真是废物，连阁主赐予的宝物都守不住，怪不得江家如今成了4大世家的末流。给云家发电报，就说我3日后赴京，望云家女约。景川，快去给云家发电报，让云家竞斗阁主赴约。云中月这个人，你了解多少？京城云家是4家之首，云中月10年前整合了4家的商路，跟军阀段大帅是拜把兄弟，他手里有兵有枪有地。那他怕不怕不是人的？替我做一件事。阁主请讲。通知李家和赵家，3日后京城云家4家之主到场，就说100年前的账到了清算的时候。李家和赵家跟云中月走得很近，这电报发出去，他们会先通知云中月。就是要他们通知。我要云中月把所有人都叫齐，人齐了，账才好算。回电。云爷在府上设宴，沈小姐，请。各位，今天请大家来，是给你们介绍一位稀客。这位沈小姐从江城来的，自称是100年阁主，活了100多年了。沈小姐说，我们4家欠她一笔100年旧账，今天我请大家做个见证。沈小姐，您说我们欠您什么来着？你们欠的不是我，是你们的祖宗。100年前，云家老祖宗不过是山脚的脚夫，江家摆茶摊，李家磨豆腐，赵家当铺连门板都当掉，是我给了你们祖上第一笔本钱，赐予4家运使，和你们4家签订了契约。如今我来完成契约承诺。说得好，这是昨晚你给另外2家的电报。李和廷、赵永昌，你们自己说，信他还是信我？云爷说的对，什么100年阁主，我们没听过。
没听过。京城这片天是云爷的天。既然你们要和云中月一起，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笑话！你不客气，你要怎么不客气？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在这坐着，快给我们开开眼！云家主，希望你一会也能这么自信。江家江景川，听阁主指示。还算有点本事，不过以为凭借几分姿色收服了江家这个废物，就能威胁我云某人，真是不自量力。怎么了？有什么事直接说，慌张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老爷，不好了！商船忽然意外沉错，无风暴无撞击，传言说船底突然破了一个洞，所有的货物损失殆尽。胡说！没有意外，商船怎么可能出事？给我滚出去！调查好缘由，不然我唯你是问。我李家出什么事了？启禀家主，京郊的3大粮仓同时起火，火势冲天。不好了，家主！钱庄遭遇挤退，外排了半条街的人，3家分哨的县银调来救场，结果庄园网的箱子打开，箱子里是空的。莫非真是你这个妖女做的？放肆！再敢对阁主不敬，小心你的小命！云家主，这回你相信阁主姐姐了吧？云爷，你看能不能周转我一些银子？云爷，这个姓沈的女人，她是不是真的？闭嘴！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经将她得罪了，而且我们还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现在当着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想要求饶认主呢？那也比你拖着我们一起死强。那就一起死。你们以为我没准备？沈河主，不知道您敢不敢给我们1天时间？明天我们带上子孙，完成和您的承诺。看样子你有其他的想法。也好，那就给你1天时间。阿九，我们走。明天4家之主在云家大厅见他，你们来，带上你们的子孙。我要让他看看，100年阁主斗得过枪吗？人到齐了，4家之主，100年前的约，今天了结。沈小姐，你的故事很好听，茶仓发霉，粮仓起火，银元失踪，你的手段很高明，但这些都是小把戏，在枪面前什么都不是。你以为是茶仓发霉？你以为是粮仓起火，钱庄挤白？你以为我是在报复你？我是在给你们时间，让你们想清楚，要不要来？江家来了，带了儿子江景川；李家和赵家来了，带了一屋子的儿孙。云中月，你带了什么？1把枪。李家认主，赵家认主。你们这些软骨头！云中月，我等你叫人来。你们以为这就完了？段大帅的兵已经在门外了，你跟军阀斗！
江家的财运断过。100年前，我赐你江家一支气运金铲，聚四方之财，振一族之气。但你江家的财运在某一代断了半截，金蝉不在你手上。云家的第一桶金不是受孕带来的，是偷来的。你云家先祖从江家祠堂偷走了金铲，从此云家财运暴增，加上我赐的寿运，你们成了4家之首。胡说！你有什么证据？你云家密室供着的那只金坛，它不叫，100年来它一声都没叫过。因为他认主，他等的是江家的人，不是你云家。胡飞，你来了，就是他！哼，云中月，你电报里说有人自称活了100年，看着也就20出头，长得倒是不错。都有，云中月是我舅哥，我老婆姓云，云家的事儿就是我段鸿飞的事儿。但我也听说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江家茶仓一夜间发霉，李家粮仓起火又自灭，赵家钱庄的银元不翼而飞。沈小姐，这些是你做的？是。那好，我也想要。鸿飞，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事成，我保证4大家族没人敢再动你，包括他。你要什么？我要金门港，那是洋人的地盘。你要是能把金门港的洋人商会像对付江家茶仓那样一夜之间给我拿下，从今往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段大帅，你在跟我谈条件？你拿什么跟我谈？拿外面的200个兵？你让我帮你拿金门港很简单，但你得拿一样东西来换。什么？他密室里的金蝉，还给江家。你敢？成交。不过金蝉我自己去拿，我倒要看看一只蛤蟆有什么了不起。阁主召我们，不是为了云中英，是为了另一件事。什么事儿？他说100年前他赐下的4样东西要一一收回，重新分配。阁主说云家的寿运已经折了，云中尉作恶太多，云家顾妻这几年接连暴毙，寿运早就反噬了。那我们阁主说了，我们3家虽然毁诺，但没有主动作恶。寿运、福运、文昌运还在，只是被云家压了100年，运道越来越弱。所以阁主说，运道要重新扶。扶运的方式只有一个，4家各送一个后辈到他身边做奴仆。我家有个儿子，我家有个侄子。云家怕是没人可送了。
你死！把衣服穿好，那是阁主。穿好了，穿好了。哎呀，我鞋呢？爹，你没说他长这样。李家不孝子孙李灵溪拜见阁主。阁主您今年贵庚，用的是什么养颜方子？闭嘴！李灵溪，起来。阁主姐姐，您今天更漂亮了。景川，少油嘴滑舌的，对阁主恭敬一些。知道了，爸。抱歉，我在查阁主的封号，100年前的正史和野史记载有17处出入，可否容我？尚凯，我大伯让我来。云中月，他让你来做什么？监视你。那你打算怎么监视？站在这里，看着你。我大伯说，你是个骗子，但我爷爷临死前说你是真的。我想自己看。行，那你就站在这里看。你这茶太烫，阁主喝不得。你知道阁主爱喝什么温度？你昨天才来。我娘说了，伺候阁主就是伺候天，天不喝烫茶，这是常识。阁主，65度，明前龙井，泡了3分钟。我的鞋！赵青瓷在。你是怎么知道65度的？昨天阁主喝江景川的茶，只喝了1口就放下了，那杯茶太烫。今天早上阁主喝李灵溪端来的茶，喝了2口，那杯茶温了，2杯的温度除中65度。阁主，金蝉送到了，段大帅亲自送来的，说是预约。阁主，他什么意思啊？他回家了。别追了，那是我大伯的人。你，我没发出去，我写了3天的报告，一封都没送。现在门外那个等不及了。云中月和段鸿飞不是一伙的吗？为什么还要另外派人来监视？因为2个人都想要我手里的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运。100年前，我赐了4家4样东西：寿运、财运、福运、文昌运。
四样合在一起，是这里的命脉。谁能独占这四样运，谁就能在接下来的时代里，把整个北方的气运捏在自己手里。段鸿飞手上有金蝉的灼伤，他碰不了运，所以他需要我帮他拿下金门港，顺便用我压制金蝉的反噬。那云中月呢？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我一直睡着，100年、1000年，永远别醒。我去找他。不急。今天段鸿飞会再来。阁主，金蝉我还了，金门港的事儿该谈了吧？你不只是来谈金门港的，这是3天前截获的，京津两地有6家商户同时往安顺里的方向汇了款，总金额50万大洋，收看人是你。所以你查了我的底。你的底不难查，龙湖山的山洞、百年韩玉关，还有一个仆人，这些说出去没人信，但偏偏江家的茶仓、李家的粮仓、赵家的钱庄，这些是真的，所以我信一半。但我不信你不想要钱和权。50万大洋，你要这笔钱干什么？买时间。什么？买4大家族的时间。云家100年的债，他们一家还不起，3家要帮他还。50万大洋是江李赵3家凑的。你拿他们的钱做好人？你拿过他们的钱做过什么？那只金蝉，你在云家密室被他灼伤，现在他挂在他该在的地方。金门港，我用我的方式拿，你用你的方式帮。拿下来之后，收益55，条件是我保你在这块地盘上没人敢动你。另一个条件呢？我要我手背上的伤。好，金蝉是你给江家的，你能让他伤人，也能让他收手。3天之后来拿。云中月今天下午给我打了3个电话，说你是灾星，留着你，云家会死。我说云家死不死关我什么事？沈女士，会长今天不见客。他知道我来。正是因为知道，才不见。艾文斯，他不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他是来让你走的。让我走？这是英国商会的地产，我有租约，有驻军，有大使馆。你有天吗？安德森先生，替我转告埃文斯会长。这不是我想做的事，这是你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他只是站在那里，然后你的船开始漏水。让他进来！告诉你的会长，我不是来赶他走的，我是来借用他的船，3个月运3批货，运完船还他，港口还是他的。但如果他不愿意，下次不止漏水了。你要运什么东西？安顺里4大家族的产业，张家的茶叶，李家的粮食，
赵家的字画拓片，云家暂时不算在内。你这是商业运输，找哪家船运公司不行？不行，因为在港口等着劫这批货的，不是你英国人。段大帅，你来的正好，你的电报被我的人截了。阁主真会开玩笑，什么电报？3天前，你给码头发了一封电报，凡安顺利发出的货，一律在港口扣留，理由走私。你的兵在外面，枪没掉，但子弹已经打不响了。不信，你可以试试。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从你手上那个灼伤开始。金蝉只对一种人下死手，对它的主人有过杀意的人。外面有人在看。没人。100年前我封关的时候，外面有人在看。那个人不姓云，不姓江，不姓李，不姓赵。那个人是你段家的祖宗，段天一。段天一100年前在一个山洞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从此他知道了一件事：4大家族的运可以抢，所以他投靠了一个人。那个人教他怎么夺运，怎么吞别人的根基，怎么让段家从一个泥腿子变成军阀。但有一件事他算错了，金蝉是你偷不走的，段天一偷不走，你也偷不走。3天后，金门港的船会出航，你在岸上看，别拦。拦一次，我就让你手上那个灼伤永远好不了。你是来笑话我的？我是来拿回金蝉的。金蝉已经还了。不是金蝉，是你偷金蝉的时候一起偷走的一样东西。你偷的不只是财运，你偷的是江家100年的时间。你帮助外人，害你亲大伯！我爷爷临死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云家的寿运是阁主赐的，不是云家自己挣的。什么时候忘了这件事，什么时候寿运就变成催命的符。你现在头发白了，夜里睡不着，不是因为沈清鸾，是因为你自己知道欠的迟早要还。王妃，他告诉我，只要我帮他拿下金门港，他会帮我。他不会，他娶你妹妹是为了进云家祠堂。找一样东西，段家也姓段。100年前站在山洞外面偷看阁主封关的人也姓段。大伯，你从头到尾都是别人局里的棋子。还你江家100年的时辰，现在开始算。
谢了。云锦书，愿为阁主效犬马之劳。你爷爷传下来的那缕寿运，本来在今天就要散尽的。你替你大伯还了江家的时辰，寿运没散，但它不再是云家的了，是你自己的。阁主，我也要，我也想多为阁主效劳。阁主，我也要，我能给您做饭。行了，都起来，先把院门口那个暗桩清掉。老爷，少爷，不好了！我听说江家、李家那边来了一个高人，把他们彻底收服了。天一怎么了？我听说那高人是个20来岁的女人，身穿旗袍，举止端庄，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人。没错，是他，他回来讨债了。父亲，你说什么呢？快，给我去仓库，看看那个葫芦还在不在。啊！爹，你怎么了？万涛，快去找某个大师来，一定要在那女人来之前解决这个葫芦。老爷，我马上去办。金色葫芦，一帮凡人也敢妄动天机阁的东西。真人，里面请。哼！阁主，这就是钱家。进去吧。大师，就是那个葫芦。果然是天机阁的金葫芦。这钱家能有如今的财力，都是这葫芦散出来的财权之气。这个葫芦古怪得很，我之前一碰，就如同手握寒冰、手刺骨的痛。没想到大师拿起来，竟然毫发无损。
玄真大师，我现在相信您是真有本事的了。你们最近这段时间日子不好过吧？大师说的对，我们钱家100年前创立了商会，生意遍布整个华夏。可这半年来，出了很多怪事。大师，你不知道，我们家这段时间过得小心翼翼，吃饭时桌子突然断裂，谈事时花盆从天而降，我差点命丧当场。还有我们家的货物接连失踪，我们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对啊，大师，每天晚上我都感觉好像睡在冰窟里，房间异常的冷。大师，你可一定要帮我们钱家，你想要什么，我们钱家都能给。帮你们？你们动了天机阁的气运，没死已经算走运了。老夫要盗取天机阁的气运，怎么可能来帮你们？想要救你们，首先这葫芦我要带走。当然，这葫芦我们就送给大师了。这是茯苓蜡烛，你们钱家被葫芦吸走了太多福气，只要点燃这个蜡烛，你们家就能恢复正常了。能救钱家，我看不一定吧。为什么我看到这女人，心中会突生恐惧，甚至比见师傅时那种恐惧更可怕？难道我出现了幻觉？难道就是父亲临终前说的那位天机阁主？这位小姐，我不知道你来我们钱家是为了什么，但我们钱家的告示已经被人接了，问题也解决了，你白跑一趟。你说的解决，难道就是你手里的蜡烛？还是说，钱家以为将葫芦送走，我就不会追债了？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历？她怎么知道万毒灵，还知道蜡烛的事儿？什么欠债？我们钱家怎么可能欠债？是吗？那你叫钱文渊那个老东西出来，看看他敢不敢说自己没钱债。放肆！我爹爹的名讳岂是你个黄口小子能叫的？就是，你们要骗人，麻烦也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爷爷早在10年前就已经死了？钱大海，不要听此人胡说八道。我给你的蜡烛乃是集成天地福气相聚，只有它才能补上你家被葫芦吸走的气运。都说一事不请二主，难道你信不过我？玄真大师，这两人根本不是我请来的。没错，玄真大师，我们不认识他们。谁让你把他们给带进来的？我看你是想去矿上干活了。少爷，这两人不是我带进来的，不是我。既然如此，谁给你们的胆子，竟然敢闯我们钱家？放肆！钱家怎么会有如此愚昧无知的人？怪不得这几年金葫芦不再庇佑你们了。谁敢打我？刚才我没看到任何人出手，这女人的实力难道比我还强？听他们话里的意思，也是奔着天机阁的葫芦来的。原来你们也是为了这葫芦而来的。不过这葫芦我已经送给了玄真大师，我们钱家的问题已经交给玄真大师解决，不需要你们了，请回吧。我的东西也是你们钱家说送就能送？怎么，钱文玉临死前没跟你们说钱家的债吗？钱文渊于庚子年赊金色葫芦1面，祈求钱家获得天机阁经商之道，愿献钱家100年后为奴100年。怎么，现在钱家是不想认账了？难道你是父亲口中说的阁主？不可能，100年过去了，你的容貌怎么还跟20多岁一样？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天机阁主？不可能，天机阁已经是消失100年，早已绝迹，说不定只是假借天机阁之名来骗金葫芦的。还天机阁？
我钱家家大业大，给你们当奴隶，你们怎么不去死？我看你们就是来骗钱的。来人，给我拿几块大洋来。把这大洋捡起来，赶紧滚！钱家兴旺百年，是钱文渊当初跪着求阁主讨来的，你们忘记了？你怎么说话呢？我钱家兴旺百年，那是我钱家的本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两人乍见来我钱家，还借用什么天机阁的名字，真是笑话！对呀，如果你们天机阁真那么灵，怎么会消失100年？现在跑过来乞讨？嘴臭就好好管管。既然你们钱家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本事，那葫芦我就收回了。我的葫芦！家主，大事不好了！钱家钱庄没了！放你娘的屁！今天说不清楚，老子毙了你！是真的，所有寄存者都来取钱，钱庄没那么多现钱呀，全崩了，全崩了！慌什么？我们还有诸多良田地产，地下皇城更有外贸商贸，过几天就补上了。可是田也没了，都喊着打地主分田的口号，就连地下皇场也被取缔了，外商合作基本都取消了。举头三尺有神明，报应来得可真快。行了，我们走吧。这钱家撑不过5天了。想走，将葫芦交出来！玄真大师，你可要救救我们钱家！刚才肯定是他们用了什么歪门邪道，害得我钱家这么惨。放心，我一定帮你收拾他们。我千辛万苦才得知天机阁葫芦在钱家，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夺回来，吸取天地气运。萤火之光岂能与皓月争辉？我们走吧。等等！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我不相信什么天机阁，我们钱家的事情肯定是我们钱家自己的问题，我们也会自己解决。但这1万大洋算作回报，从此我们钱家跟天机阁再无关系。儿子，纵使你经商了得，但咱家空前大难，1万大洋抛出去，无疑是雪上加霜啊！你招惹了天机阁，还想用一点小恩小义收买？你呢，自求多福吧。爹，这天机阁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也只是听你爷爷说过，这天机阁能够预知未来，逆天改命，玄乎得很。当初送了你爷爷一个金色葫芦，如今上门来讨债，我们钱家恐怕要凶多吉少了。爸，那也只是传说罢了，根本无从考证，信不得的。好臭！爸，你看你身上，难道真的有天谴？快，将蜡烛点燃！玄真大师都被他们打飞出去了，这蜡烛真的有用吗？现在还管有没有用？赶紧给我点！可万一那两人说的是真的，刚才看他们的实力，根本不像是说谎。你懂什么？只要蜡烛点燃，我们钱家就能重回之前的巅峰，我身上的病也会好。我钱家要重回巅峰了！这天怎么突然就变黑了？老爷，钱家先祖的牌位突然掉落在地，碎了！爸，出了这么多事，难道刚才那女人真是天机阁主？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不相信，肯定是巧合。
绝不是巧合。他们收了葫芦后，咱家就出了这么多怪事，窗帘都自燃了，这一定不是巧合！还看什么？赶紧去打水灭火！老爷，不好了，家里没水！怎么会没水呢？水呢？小姐，恐怕是钱家的人来了。他们不会那么容易低头。你们两人让我好找啊！你们两个来了一趟我们钱家，搞得鸡犬不宁，还打伤了玄真大师。今天这件事儿没完。咎由自取。原本你们只是会遭受天谴教训，财气没了，你们好歹还能活下来。可你们点燃了蜡烛，注定死路一条。钱管家，你赊账1万块大洋，就为了对付一个毛头小子和一个丫头，未免大材小用了吧？钱家恶难，只有他们死方能解除。行，能还上钱就好说，还不上，你钱家就等死吧。3名宗师被秒杀了，你别过来！回去告诉钱大海，你们钱家完了。阁主，钱家3番2次反悔，还派人前来，我去教训他们。钱家自食恶果，已经快完了。他们也没有那个气运，能再见我。阁主说的事情全都应验了，是我们错了，当初不应该冒犯，还不想当奴仆。好在时间还来得及，我们马上就要见到阁主了。从钱家到这里不过才50里的路程，可我们一家差点将命都丢了。从最开始出门差点被撞，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差点错过了阁主，是我的错。儿子，赶紧带着我前去给阁主认错。爸，你要是早这么想，就没这么多事了。你还让管家带高手去对付阁主，不知道阁主会不会原谅我们？放心吧，来得及，只要能够求得阁主的原谅，一切都来得及。爸爸，你怎么了？赶紧醒醒呀，爸！爸死了，明明我们马上就要见到阁主了，为什么？死了。阁主之前说钱家没机会看到他第2面，竟然是真的。云少爷，我知道你认识阁主，求你让阁主救救我父亲吧！已经晚了，你喝了这杯茶，回去吧。阁主，钱大海死在了门口，钱启说他以后不会再来打扰阁主了。万物有灵，为我指路。现在的小屁壳，没想到竟然都这么阴险。小姐，我们接下来去哪里？接下来该去会会他了。少爷，不好了！有2个人突然闯进咱家，放言说要灭了咱家。你说什么？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也好，去会会他们。师傅，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云赵钱李4大家族都是打伤我那个女人的奴隶，那女人还抢走了天机阁的金葫芦，他们绝对没有好人。
一群凡夫俗子敢抢我的东西，你们完了！哼哼，你敢来我云家闹事，看来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老爷，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来人，给我上！不愧是师傅，打得太好了！你们云家不是还有个女人吗？让那女人赶紧滚出来！这张天道人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有这么强的实力？老爷不用担心，我已经派人去给少爷报信了，他们应该马上就会过来。就你们这么弱的实力，还敢染指天机阁的东西，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位大师，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哼，你抢走了我的东西，还敢说误会？可我们主人就是天机阁主。你说他是天机阁主？我找了天机阁主整整100年都没找到。你现在跟我说你们主人就是天机阁主？不可能有误会。之前我在钱家，他从我手中抢走了天机阁的葫芦，还将我打伤，你还敢替他狡辩？师傅，绝对不能饶了他们。小姐，小姐回来了！师傅，就是他，他就是抢走天机阁金蒲路的强盗，我还以为你不敢回来了呢，来的正好，你完了！好啊，还敢回来？我正想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敢抢我的东西！抢走我天机阁葫芦，打伤我的时候没想到吧？我还有强大的后台。现在我师傅来了，我劝你赶紧把天机阁的东西都交出来，否则我老大发火，后果可不是你们能承担的。师傅，你打我干嘛？你就是个蠢货！师傅，徒儿想死你了！师傅，你不记得我了吗？120年前，你路过洛山把我救下，还指点了我2句。我就是当时那个小道士啊！没想到是你小子，120年过去了，如今的小孩已经成了老者。师傅，这些年你去哪里了？我一直在找你。睡了一觉，没想到睡了整整100年。跟在小姐身边这几天，把我一辈子没见过的事情都见到了。原来你是师爷，师傅，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我的肋骨呀！何必呢？我早说是误会。你看这事儿闹的。
又来一个跟我们抢主人的，看他那副为老不尊的样子。以为变年轻了就能跟小姐在一起了，我们绝不许。师父，30年前有人假冒天机阁的名字，到处吸收龙脉龙气，当初我去阻止，却被一巴掌打成了重伤。竟然有人敢假借天机阁名声！有人妄图利用龙之力打开天机阁大门。主人，带我们一起去看看，是谁敢如此大胆？好，那就去会会。30年前，就是这里。噬龙阵，2300人的代价铸成的。小姐，我们去。不急，这阵法离吸干龙脉还差3天。30年前打伤你的人用什么招式？他背对着我，没回头，就这么反手一掌。我飞出去的时候，看见他袖口绣的东西，是天机阁的星宿图。天机阁正统心法是吸纳天地灵气，反保自身。逆转之后，吸干一切供养自己。当年他从天机阁偷走的，就是这个。是阁中的人。副阁主陆渊。他的目的不是龙脉，是天机阁。他要逼我出来，取我的心血开阁。尊上，最后一个，81个，齐了。你叫什么？李大山。李大山，你的命我收了。81个魂灯，够了。100年了，天机阁的禁制，今天给我开！阁主，噬龙阵启动了，师傅，我们得马上去。2处。阁主，他在同时吸2条龙脉。不是2条，他在找天机阁的禁制节点，81条人命铺开的探测阵，
覆盖了整条龙脉的走向。它在定位我的风格禁止。龙脉山就是所眼，那就别让他找到。他已经找到了。金蝉，江家的人。是你！30年前你那半张老脸还没这么老，另半张也没这么年轻。逆转心法，惜一命，年轻1岁，81条命，才换回来半变脸。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没变。你认识我？100年前，你把我关在天机阁禁地里，逆转心法，走火入魔，面壁100年，这是你的原话。100年期满，我出来了。我叫沈清明，师妹，我出来了。师兄。天机阁还有第2个传人，我跟了阁主100年，从不知道。他是我师父的另一个弟子。120年前，师父将他关入禁地，此事只有我和师父知道。好记性，120年，禁地里没有光，没有声音，连时间都感觉不到。要不是逆转心法能吞噬自己的寿命续命，我早就烂在里面了。师父关你，是因为你吞噬了3个师弟的寿命。你忘了，我也在场。100年了，你就收了这些废物？他们不是废物，是我收的人。你动龙脉的事，我不管。你要开天机阁，我也不拦。但你杀了81个人，这笔账得算。算账？好啊，3日后天机阁禁地门口，我跟你好好算。阁主，您真要一个人去见他？他是我师兄的事，我从没提过，不是隐瞒。我以为他早死在禁地里了。师父，沈师伯的修为到底有多少？120年前，他只比我差1线。120年的逆转心法练下来，现在不好说。小姐，我要换一把刀。下次交手，我的刀不会再断。去江家兵器库报我的名字。来这么早？你戴面具了。师妹不喜欢看那张老脸，我就不露。小时候我们也常站在这儿看云海，那时候你才到我肩膀。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站在这里。之后你杀了3个师弟。他们活该，他们偷了我的修炼手机，拿去给师父告命。他们偷的是你逆转心法的修炼记录，你若不修那门邪功，他们也无从告密。
3日后的事，有句话我先说清楚。我不会杀你，我让你活着，看着我打开天机阁，拿走师父留下的天命书，然后把你关进禁地100年。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天命书？师父临死前说过，天机阁真正的秘密都写在天命书里，包括逆转心法的解法。如果你要的只是解法，3天后可以直接问我要。天命书我早就背下来了。这就是天机阁，我还以为是个仙宫呢。100年什么都没了。然后这是120年了，我终于又看到天机阁了。阁主，您当年封河阁时留下的禁制还在，但有人破解了一半，血龙的出现不是偶然，有人在用旁门左道强行冲关。星象乱了，有人在逆天改命。师姐，这个位置对应的是龙脉山的方向。沈清平不是在开天机阁，他是在用龙脉的力量强行逆转星盘。他到底想改什么命？他改的不是命，是时间。逆转心法吞噬的是自己的寿命，他想用星盘逆转100年前的节点，回到他还没被关进禁地的那一天。但逆转时间需付出代价，那81条人命只是开始。阁主，3天后，3天后不是决战，是阻止他。若让他打开星盘的最后一层，代价就不止81条命了。李灵溪、赵青瓷，你们去守住龙脉山东西2侧。江景川，回江家查一项东西。你祖父当年见过天命书，问问你父亲江家有没有留下天命书的残页。小姐，我做什么？你去找一把不会断的刀，3天后跟我一起进地。云少爷，老爷吩咐了，阁主的人随便挑，这边都是江家100年的老物件了。那把是斩铁，江家第3代家主用的，削铁如泥；这把是破风，轻巧，适合近身。你倒是会挑，这2把都是好东西。这个柜子多久没开了？少说5、60年了，里面放的什么，老头子也记不清了。那柜子锁都锈坏了，一直没人动过。他怎么了？断空，天机阁兵器坊第3阁。这把刀，老头子听祖上提过，天机阁的东西不是江家打造的。天机阁的刀怎么会在江家兵器库？这得问老太爷了。老头子只知道这把刀在江家放了60多年，从没人能拔出来。我要这把。你之前说下次再交手，你的刀不会再断。可对手是小姐的师兄，120年的修为，我亲眼看他动都没动，就把你的刀震断了。这把断空，就算再利，能破他的屏障吗？破不了。那你选这把刀有什么用？金蝉认识这把刀，他在发抖，不是怕，是恨。恨。这把刀的主人跟他交过手，刀身上有逆转心法的残留气息。那你想怎么用？不破他的屏障，逆转心法，同源相聚。这把刀上残留的气息足够撕开一道口子，口子不用大，够你的金蝉钻进去就行。你想的还挺周到。你怕的话，可以不跟。谁怕了？我就是问问，万一金蝉也破不了呢？那就换我上。我破不了他的屏障，但我拖得住他。3息够小姐出手。阁主，我把能找到的残卷都翻了一遍。这是天机阁禁地的封印图，封印核心是4件法器：金葫芦、金蝉、寿运木牌、文昌笔。金葫芦在您体内，金蝉在江景川身上，
受孕木牌在云锦书手里，但文昌笔下落不明。我从我爹书房翻出来的，他说是祖上传的，一直当废品压账本用。文昌笔在我家账本底下压了100年。不是压，是藏，字迹和周围的磨损纹理对不上。这个字是新刻的，最多几十年，有人换过它。这笔在我家传了3代，如果是假的，真笔什么时候被换走的？你爷爷那代，赵家文昌运在50年前有过一次剧烈波动。笔已易主，勿追，是我爷爷的笔迹。他把文昌笔卖了。不是送人，是交易。什么人能让你爷爷心甘情愿交出文昌笔？上面写的是什么？青州顾家。青州顾家，青州最大的古董商，专收各家传家宝。但我听说30年前一场大火，顾家满门没灭。顾家还有一个守宅人活着，在旧宅里等了50年，等的不是赵家的人。这支假笔是你爷爷留给你的线索，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赵家后人会找回去。阁主，我爷爷为什么要瞒着所有人？因为他要保赵家的命，能逼他交出文昌笔的人不是他能对付的。叫上云锦书和江景川去青州。50年了，我赵家欠的债该还了。就是这里，顾家旧宅，30年前大火之后就一直空着。有人住在这里，不是30年前的旧人，是最近。地面有打扫过的痕迹，门槛有人踩，这里有人住。喂，等你们很久了。我是顾家最后的守宅人，我叫顾七。50年前，赵家文昌笔是不是到了顾家手？不是到了顾家手上，是顾家替人保管。文昌笔不在我这里，笔的主人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他说，总有一天，天机阁主会亲自来取。我等了50年。50年前，一位年轻道士找到我家老爷，他说天机阁将遭大劫，文昌笔留在赵家会被抢走。他请顾家代为保管，等有朝一日阁主亲临，再把东西勾还。张太玄，张太玄，那位道长确实姓张，他给了我们老爷一个锦囊，说遇到麻烦就打开。30年前那场大火，老爷就是凭着锦囊里的符纸救出了一家人，自己没能出来。他让你们保管的不只是一支笔。文昌笔虽然珍贵，但不值得我师父亲自出山。他让你们保管的是什么？道长说东西在地下，钥匙只给阁主。这得多深？我先下。我师父设的机关不是用刀能破的。这是阁主的手笔，老阁主的笔记。你们留在这里，下面只有天机阁的人能进。果然，不只是来找笔的，你们每个人都跟天机阁有关系。好，那就一起下去。
这是什么东西？不像法器。天命书的碎片。这断口是炸开的，不是撕的，不是烧的，是什么力量从内部炸开的？我师父把天命书的内容传给了我，但真正的天命书原册我没见过。师父说原册在他去世前就已经毁了，他把一块毁掉的天命书碎片和文昌笔一起藏在这里，说明2件事：第一，天命书不是他自己毁的，否则碎片不需要藏；第二，小心这2个字不是留给我的，师父不知道我会找到这里。这2个字是留给保管之人的。小心？小心什么？文昌笔本身就是凶器吗？不是凶器，是封印。文昌笔里封印着一个人。阁主，这笔在吸我的灵力。赵家的后人，我叫赵远山，是你曾祖父。曾祖父？50年前，天机阁那位道长来找我，说天机阁将遭大劫，有人会来抢4件法器。他请我把文昌笔藏起来。但当时还有一个道士也来找过我，年纪不大，左半边脸戴着面具。他说他叫沈清明，他说如果我交出文昌笔，就保赵家100年文昌运；如果我不交，他会亲自来取，取的不只是笔，还有赵家所有人的运。我不信他，但我打不过他，所以我把我的魂魄封进笔里，这样笔就等于废了，谁拿到都是一支空笔。那你怎么出来？等你们找到解封的方法。我的魂魄撑了50年，快散了。青瓷，笔交给你了。赵家的文昌运，你用不用无所谓，别让那个人拿到天命书。节哀，吃花生，花生可别扔，回头我帮你算一卦。阁主，我曾祖父说，沈清寒50年前就在找天命书，他被关在禁地的时候就已经在谋划了。不是关在禁闭的时候，是被关之前。120年前，他吞噬3个师弟，就是为了找天命书。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选那3个人杀。师父收的4个徒弟各有所长，我修的是天机阁心法正统，沈清明修的是命理推演。3个师弟分别掌管4件法器，3师弟管文昌笔，4师弟管金蝉，5师弟管受孕木牌。沈清明杀了他们，想从他们嘴里问出天命书的线索，但他们至死没说。那金蝉最早的主人是我4师弟，他是江家先祖同时代的人。金袍当时是天机阁的法器，不是江家的。后来师弟死了，金袍才被我赐予江家。您在记赵远山？他用魂魄守了文昌笔50年，不是天机阁的人，但天机阁欠他一份人情。你问过我，当年师父为什么只收了1个徒弟？因为师父说人性经不起诱惑，收了4个，死了3个，还有1个关在禁地，他不敢再多收了。但你跪了3天3夜，师父说这孩子傻人有傻福，以后天机阁还得靠你。
师傅，我们怎么又来龙脉山了？虽然文昌笔拿到了，可沈清明一人绝对无法支撑起如此巨大的阴谋。龙脉山还有问题。果然，这山底下有东西。龙，是龙，这不是真正的龙，是用死气和怨念炼制的血龙。沈清蒙想用血龙冲开天机阁大门。师傅，那我们要如何阻止他？100年前我为四族逆天改命，就是为了此刻。文昌笔已经到手，等我们回去再说。阁主，云家愿意贡献所有，为阁主排忧解难，江家也是如此。血龙一出，7日内，天机阁必会重现人间。沈清明，你的伤怎么样了？主人，沈清鸾已经在龙脉山放出血龙，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你做得很好，去养伤吧。7日后，我会带你将沈清鸾彻底击败，天机阁只会属于你。多谢主人。求主人放过我们！放过你？你们连一个刚苏醒的女人都搞不定，还有什么价值？主人，他毕竟是天机阁主，实力太强，我们根本不是他对手，就连段鸿飞的兵在他面前形同虚设。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沈清鸾要想在7日后打败沈清明，必定要借助四族气运。我要你们活取运势，否则你们两家就等着覆灭吧。主人放心，当初的主人转到云家，就已经将云家气运做了改变。我也会游说其他家族，却绝不可能给沈清鸾。你能明白就好，记住，你们只有7天。天机阁怎么变成了这样？100年过去了，这是师傅，120年了，我终于又看得到了天机阁。阁主，你当年封阁时留下的禁制还在？不对，有人破解了，只是没有破解成功。看来血龙的出现根本不是偶然，有人想趁着我沉睡的时候，利用旁门左道强行打开天机阁，吸取天地气运。阁主，会不会是沈清明？不是的。星象乱了，有人在逆天改命。血龙炼制需要活人献祭，动静肯定不小。
小张，你活的岁数最大，以前有没有什么发现？我想起来了，那应该是30年前，我寻找师傅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庄，发现整个村庄都被献祭，吸取龙脉之气。我追踪到龙脉山，遇到了一个黑袍人，我和他交手，被一掌打飞。但我撕下了他身上一块衣料，这布料上有天机阁的暗纹。这不是仿造的，是天机阁的布料。不可能，天机阁100年前就已封阁，所有门人都在那次。你也怀疑是他？当年他不是出任务的时候牺牲了吗？难道他没死？阁主，你难道说的是陆副阁主？看来不光是我在布局，他也在布局。100年前我沉睡封关，恐怕那个位置也是他选好的。阁主，龙脉有异动，京城地底龙气正在向沪上方向转移。我已知晓，天命流转，龙脉移位是大势所趋，不必干预。但若龙脉离开京城，天机阁的根基就会动摇，4大家族的运势系于龙脉，龙脉一走，他们都会衰落。衰落是新生的开始，死守一处龙脉，才是在违逆天命。属下明白。沈清鸾，你封关也没用，100年后你再醒来，这世间早已是我陆渊的。你赐予4家的4样运势，加上天机阁的龙脉掌控权，都归我了。陆渊当年假死脱身，夺取龙脉之力。这100年来，他一直都在暗中运作。沈清明恐怕也是他的棋子。可他为什么还要假扮黑袍人，制造血龙？因为他还没有拿到另一半，我的心血。天机阁真正的开启之法，需要阁主的心头血为引。他当年没来得及取。可是血龙有什么用？血龙是陆渊用死气和怨念炼制的替代品，他想用血龙替代真龙，强行篡改天命。一旦血龙入主龙脉，他就能借血龙之力强行打开天机阁。30年前我撞见的就是他。他每10年炼制一条血龙，试图冲开天机阁禁制，前2次失败了，这是第3次，也是最强的一次。根据古籍，血龙需要霍阳回的门人的怨念和死气。县城最近的人口失踪案和段红英有关，他抓了不少流浪汉和乞丐，都送到城外去了。那些人都被用来炼制血龙了。7日之内，血龙大成，届时他会来取我的心血。7日之后，我去找他。100年的账，
该一笔算清了。阁主已经重建了天机阁，现在有人要毁掉它。我听灵犀说了，是副阁主陆渊100年前偷袭阁主，现在又用活人炼血龙。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运势都是阁主给的，如果阁主败了，你们还敢来？我不是来求你们的，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件事：段鸿飞这些年用抓壮兵和流浪汉的名义，给陆渊送了2300多人，这些人都死了。我手上的伤是金蝉咬的，金蝉只咬一种人，对它的主人有杀意的人。陆渊在我手上中了蛊，我不替他办事，蛊就会发作；我替他办事，金蝉的诅咒就会加深。我横竖都是死。我家老爷子临死前说，云家的寿运已经折了，我以为是沈清鸾在报复，现在才明白，是陆渊在抽走云家的运势，补充给血龙。所以你们两个今天来是想说什么？我们不会帮陆渊，也不会帮沈清鸾。7日之后，龙脉山，你们自己看着办。告诉锦书，云家祠堂里那块写着江字木牌是我偷的，让他不用替我瞒了。通知阁主，江家应战，李家应战。灵犀那孩子已经在阁主身边了，我这个做父亲的不能落后。赵家应战，远山叔死在文昌笔上，青瓷那小小子也认了主。赵家的运势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来的。7日之后，龙脉山4大家族欠阁主的，这次一并还清。血势亮了，老祖宗在天上看着呢。走吧，去天机阁。100年前我赐予4家4大运势，今日我要暂时收回，集4运于一身，对抗陆渊的血龙。云家的寿运本就不是我们应得的，请阁主收回。江家的财运还给阁主姐姐，李家的福运还给您。赵家的文昌运，请阁主收好。开始了，师父。神仙下凡，精灵解铃了。阿九，传讯给4大家族，7日之后龙脉山，告诉他们，运势只是暂借，此战之后加倍奉还。是。终于开始集运了，沈清鸾，你这一步我等了100年。100年前你封了我的龙脉，100年后我倒要看看你的4家气宇能不能挡得住我的血龙。还差最后一步，7天后，我用他的心头血让你变成真龙。主人，我现在需要你做一件事，请主人吩咐。我要你献祭血龙。
成了，我终于成了！他动手了。陆渊，100年了，你果然没有死。是他，30年前在禁地外打伤我的就是他。沈清鸾，你能看见我？那我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2300条人命淬出来的血龙。沈清鸾，你的龙脉，你的天机阁，你的天命，都该换人了。通知4大家族，7日后龙脉山。明日一战，我没有必胜的把握。陆渊筹备了100年，血龙已成气候。阁主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你已经守了我100年，这100年够还了。这是护身珠，明日无论发生什么，它保你一命。不用说了，这是阁主的命令。云锦书愿随阁主赴战。江景川同上。李灵溪不会打架，但会在后方给阁主煮茶。赵青瓷负责记录阁主的胜利。都起来，明日之战，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把4家的运势还给你们。明日，你们4人分守天机阁4方，只要天机阁不塌，我的力量就不会断。可是阁主，您已经把运势收回去了，还给我们，您怎么办？我不靠运势，我靠的是自己。沈清鸾，100年不见，你一点都没变。陆渊，100年不见，你变得不像人了。你的寒玉冠能保你不老，我融合血龙的死气，一样能永生，比你的寒玉冠更高级吧？永生？你管这叫永生？你的脸已经烂了，不信你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找死！张天道，30年前没打死你还敢来？30年前的账，今天一起算。阿九。
阁主，我没事。护身珠很厉害。陆渊，你练血龙杀活人逆天改命，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你是为了力量，为了永生，为了取代我，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动我的人。你居然能动用28宿的力量！你明明还没有拿回天机阁的全部控制权。因为28宿从来就不是天机阁的，是我沈清鸾的。你以为我就这点本事？这100年，我把自己的肉身和血龙融合了。现在的我，既是人，也是龙。阁主，我来助你。我想要向手中的众手杖。你用的，我现在是不死之身。老子这辈子没干过几件像样的事儿，今天就干1件。我的红梅，你这条不够！阁主，云家的债还了。阁主，血龙的元神在眉心，那里是陆渊和血龙融合的接点，攻击眉心，血龙必溃。原来如此。28宿，听我号令，紫薇北极大帝，赐我星威。沈清鸾，你阁主，你现在过去会成为他的软肋。不可能！我花了100年。我不想死。彼此功德，回向2300亡魂，解怨恕劫，离苦得乐，往生善道，勿念勿留。阁主，你没事，不过是多睡了100年，身体还不适应这么大力度的星术。
阁主，路渊已除，血龙已渡。100年前，我将四运赐予四家，视为扶持。100年后，四家毁诺，运势被污。今日我要重新分配，但不再是赐予，而是契约。契约？以前的契约是主仆，你们是仆，我是主。100年之后，这个契约也该改一改了。新的契约是同盟，天机阁不再是你们的主人，而是你们的盟友。运势也不再是我赐予你们的，而是你们自己守护所获得的回报。云家欠阁主的还没还清，不配与阁主同盟。云中去用命还了，他临死前说云家的债清了，我说清了就是清了。新的四方运势，我重新定义。云家受运改为一运，从今往后，云家的运势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悬壶济世。每救一人，受运自增1分。江家财运不变，但用途必须改变。从今往后，江家的财富不可用于奢靡喜乐，只能用于济世和传承。每一笔用于济世的银子，都会得到金蝉的双倍回扣。李家福运改为良运，从今往后，李家的运势在于种粮、存粮、赈灾，每一时赈灾的粮食都会为李家积1分福气。赵家文昌运扩展为学运，从今往后，赵家不只要守住典籍，更要传承知识。每教出一个学子，文昌笔就会多续1丝文运。阁主改四运，议契约，天机阁与4大家族不再主仆，而为同盟。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我的奴仆，你们是天机阁的盟友。运势不靠我施舍，靠你们自己累积。不管阁主怎么说，云家永远是天机阁的守门人。江家的钱就是阁主姐姐的钱，李家的粮食永远有阁主的一份。赵家的书，阁主永远排在第1页。